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蔡阿茂老师。我们赶快在镜头前一起来跟武术大师蔡阿茂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。好，还有我们特别来宾高世峰老师。主持人好，高老师你好，大家好。小学妹，大家好。好，老师，那我们延续刚刚高老师提这问题，请问老师，灶王爷一年要拜几次呢？那又要怎么拜比较好？请教一下，谢谢。现在的人对于水果感觉到说稀松平常，那以前的时代几乎没有人种水果在卖，除了特殊的地区啊，要不然以前的农忙都是种五谷杂粮，都要以吃得饱先为主，那个的粮食为主，所以以前的人拜灶王爷，他是用三牲。哦，那现在的人可能一些观念慢慢在转移，有说三牲。我连鸡都不会斗，猪肉那么大块都不会切，对，所以现在的人就改拜水果。是哦。那我们讲说，一年到底灶王爷要拜几次？我们从过年开始来谈起。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、初四入灶骹、初五出大厅。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睡到饱。初四进厨房料理，初五进大厅准备上工。所以我们的年初四就是接财神，也是接福神，实际上叫做接灶王爷回家。所以我们的农历初一、初二、初三都是让女主人休息，不要让她在厨房忙。到年初四就是她开始一年要忙的开始了。对，所以有人在年初四那天就准备应节的糖果、饼干啊，像我们乡下地方有那个什么甜樱藤啊，还有长长的有色的那些饼干，那准备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拜灶王爷。是。那有人就说，还是要准备水果，因为我们观念里面，水果是比较大礼，所以会准备3果啊，还是5果？这是第一次拜灶王爷。OK。第二个时间点拜灶王爷叫做搬新家。搬新家叫做另起炉灶，所以搬新家是不是要炉火开？要煎12个荷包蛋，煮1锅的开水。那如果有3个炉口的，再煮个甜汤。那整个都弄好了，要拜我们的地基主，也要拜我们的灶王爷，让灶王爷知道这个家从现在开始要请你上座，来赐福我们家阖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财富两旺。是，所以拜灶王爷的第二个重点在这里。第3个重点就是农历的8月初3，灶王爷的圣诞。对，那灶王爷的圣诞，有人是准备比较多。他就会在炉灶的前面摆一个桌子，然后把贡品摆上去，再把纸钱摆上去。那如果说我们准备的就一个盘子就够了，我们厨房炉灶已经该煮的、该烧的那个都已经弄好了以后，就炉不再用的，我们就用那个盘子装水果，然后把它摆在炉的上面。然后另外一个盘子装纸钱摆在旁边，反正2个炉口一边摆一个，这样来拜灶王爷都可以。那12月24送灶王爷，北方他用糖葫芦，南方用汤圆，为什么？因为糖葫芦吃了甜，让他嘴巴被连住，不会讲不好听的话，然后要讲甜一点的话。那南方的话，因为都种稻米，所以用那个汤圆让他吃，就吃了甜。会讲好听一点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是拟人话，送灶王爷回天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科仪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的财神、福神就是我们的灶王爷。是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大概做父母的可能也没有引导，也没有教，对，所以比较没有这个概念。那像我们这种4字头的，从小看爷爷奶奶他们这样把我们带过来的，才知道原来灶王爷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多么重要。所以灶王爷希望女主人在厨房的时候要心存喜悦，心存善念，心存关怀。要骂老公，要骂小孩，踏出厨房外，你再好好的叫来训话都可以，千万不要在厨房一面炒菜一面嘴巴碎念。这样的话，搞不好哪一天灶王爷刚好看到你的心浮现
那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，就在脸上给你做个印记，那就不好看。因为赵阳也喜欢看美女嘛，心要美，对不对？骂脏话就不美了。对，老师，我们也是跟着你在旁边学，也才知道拜灶王爷的重要性。那您刚刚有讲到3个重要的节日，初四啦，迎接财神就在迎接灶王爷。那你也说到这个买新家的时候也拜灶另王爷，起炉灶，另起炉灶拜灶王爷。那我们平常初一十五跟着地基主，要不要也一起拜灶王爷嘞？我不敢要求观众一定要，但是我们家初一十五有拜神明，就有拜地基主，也会拜灶王爷。OK，但是这样讲，很多观众说那么麻烦，那我们不拜就可以了。我改信其他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改信其他教，你还是要上厨房去料理啊。是。其他教难道就不用用到电锅，不用用到炉灶煮吗？是。所以灶王爷不管你什么教，我们家就是有这一个财神、这一个福神、这一个灶神在。对，好，这个老师当然是非常的客气的说，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老师的学生知道灶王爷真的很重要。初一十五有拜地基主，同时一起拜灶王爷，因为灶王爷掌管是我们家的财气福气嘛，对不对？再次感谢您的时间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拜灶王爷是很重要的日子，农历8月3号即将是灶王爷的诞辰生日。那记得赶快把这一部影片传给你身边的朋友。同时，一起来认识财茂老师的好智慧。让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支新影片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